当叶晨看到老丈人一脸得意地从外面回来时，便知道他回书画协会的事情肯定稳了。于是他故意好奇地问他：爸，这么高兴是有什么好事发生？萧长坤嘿嘿一笑，说道：好女婿，洪五爷真是厉害啊！你下午刚跟他说完，裴启东晚上就来求着我回书画协会了。说着，萧长坤又道：裴启东给我安排了个主任的职位，虽然比之前的常务副会长低了好几级，不过也算是可以了。我已经答应他了，明天回去报到。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，自己这个老丈人虽然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但也不能让他一直留在家里，还是给他找点事做最省心。于是便笑着说道：这样也挺好的，起码爸你不用那么无聊了。萧长坤此时兴奋地点头说道：我今天算是把裴启东给镇住了。我原话就跟他说了，我都住汤臣一品了，谁还真稀罕你一个书画协会？这哥们好像一下就悟了。你没看他当时那个表情？妈呀，太精彩了！这时候萧初然开门进来，刚好听到萧长坤手舞足蹈地说精彩，于是便笑着问道：爸，说什么精彩的事儿呢？这么开心？萧长坤见是女儿回来，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的事情，于是便笑着说道：没事没事，我跟叶晨聊我们协会的事儿呢。初然你吃饭了吗？吃了。萧初然道，在帝豪吃了顿工作餐。说罢，他又问：爸，你跟妈在迪拜玩的怎么样？萧长坤已经看不出先前的颓废，笑呵呵地说道：挺好的挺好的，那地方除了热，其他的倒是没啥毛病。你妈逛街逛得入迷，我腿都让她溜细了。萧初然点点头，问他：我妈呢？去哪儿呢？萧长坤道：你妈回房间收拾东西了，她买的东西太多了，估计得好好归置一会儿，要不你上去看看她，连带给她帮帮忙。行。萧初然道：那我先上去看看妈，你跟叶晨先聊着。萧初然进了电梯上楼，萧长坤赶紧对叶晨说道：好女婿，我那档子事儿你可千万别告诉初然，丢人。叶晨点点头道：放心吧爸，我心里有数。萧长坤放下心来，笑着说道：那就好。说罢又赶紧凑到叶晨身边，低声道：还有啊好女婿，这次的事儿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叶晨笑道：爸，不用这么客气，主要也是洪武给力，不然的话我也没办法。萧长坤认真道：好女婿啊，洪武爷帮咱这么多，咱们心里对人家还是要多几分尊重，哪怕不当他面，也要叫一声洪武爷，不能直接叫人家洪武，不合适。你看我一直都是很尊重的叫一声洪武爷。叶晨无奈地笑了笑，说道：爸，你爱怎么称呼他都行，不过就别管我了，让我叫他洪武爷，不合适他也不会喜欢。说罢，他不等萧长坤说话，便站起身来道：爸，没别的事，我就先上去了。翌日，萧长坤一大早便驱车前往书画协会报道。虽然很多人确实背地里对他回来的事情议论纷纷，但由于每一位副会长都私底下打过招呼，所以到时没人敢公开讨论萧长坤的事情。萧长坤一开始还有点忐忑，生怕被人嘲讽，可没想到大家对他都非常客气，也让他心里彻底打消了疑虑。几天之后，贺远江与韩美琴度完蜜月回到金陵，而长鹰汽车成立的发布会也逐渐临近。这一次，安家虽然在国内投资了很多项目，但对安家来说，最在意也最重视的就是马上要对外公布的长鹰汽车。为了凸显对长鹰汽车的重视，安家和叶晨一起做出决定，由叶晨的外公安启山安老爷子亲自出面，担任长鹰汽车的董事长，而叶晨的爷爷叶忠全也会代表叶家出席发布会。同时因为他要为叶晨代持股份，所以他也挂了一个副董事长的职位。不过按照叶晨与安家商议的结果，真正的董事长由他的二舅安凯峰来担任，而首席执行官则由贺远江负责。原则上，安凯峰不干预长鹰汽车的具体生产与运营工作，最大程度放权给贺远江。为了给长鹰汽车造势，安家和叶家都对外宣布马上要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商业合作。
但却没有对外透露两家要合作的项目究竟是什么。叶家在华夏的知名度很高，而安家虽然之前一直在美国发展，但他们作为全球最强的华人家族，在华夏也拥有非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一听说这两家马上就要联手在国内进行投资，全国的媒体都对这件事十分关注，全国民众也都很好奇，这两个顶尖家族时隔这么多年再合作，到底选择哪个行业，又究竟会拿出多少钱来投资？按照媒体和网络对这件事情的关注程度，一旦长鹰汽车的品牌正式宣布，估计至少有3亿华人会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品牌。在发布会开始的前一天，叶晨的爷爷叶忠全从燕京飞抵金陵，叶晨亲自前往机场迎接。按照定好的行程，叶晨要先带他一起到外公外婆在金陵的住所登门拜访。双方毕竟都是亲家，虽然这么多年以来没什么联系，但现如今毕竟找到了叶晨，有叶晨作为其中的纽带，双方也都很想趁着这个机会见一面，希望能够借机摒弃前嫌。叶忠全对这次见面非常期待，一见叶晨便悄悄向他打听：“晨儿，你让我替你代持股份来跟你外公签约，他没生气吧？”叶晨笑道：“怎么会呢？外公他很期待跟您见面。”叶忠全放下心来道：“他没生气就好，不然到时候总拉这个脸，我跟他都尴尬。”说着，叶忠全叹了口气，感叹道：“自从你爸妈出事，我就基本上没机会跟你外公一家正常交流，他们总是埋怨我们把你爸妈赶出家门，让他们置身险境，还埋怨我们把你弄丢。这么多年，你外公连一句话都懒得跟我说，你那几个舅舅也都不太想搭理我，我也是热脸贴冷屁股贴怕了，生怕他们现在还这样。”叶晨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爷爷，过去那些事，等会到了外公那里就不必再提了。外公这次确实是想借机会跟叶家重归于好，否则也不会这么主动想跟您见面。你们也好好聊一聊，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其他项目上展开真正的合作。”